是我探店历程里面最特殊的一次，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，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我吃得起的餐厅。又到了吃台州菜的日子，就是你们都知道新荣记对吧？在国内已经算是最高端的餐厅了吧？但是我今天才知道，它还有一个高端定制版，叫荣府宴啊！你好，荣府宴是在里面对吧？是的，他家在上海的贝轩大公馆，也是贝聿铭先生的祖宅，3层的老府邸，就是你走进它，就会有一种在民国时期去什么贵族家吃饭的感觉。走进包间的那一刻，我就是直接一个呆住。荣叔今天都在，到底什么聚会啊？今天我们还是安静的吃菜吧。开餐前是今天的食材展示环节，印象最深的是这个600克的松茸黄，比手臂还粗。前菜一共有5道，第一个是手工鱼饼，就看上去颜色比较淡，但吃起来鱼肉味特别足，鱼饼的整体非常的厚实，调味不是很明显，但特别鲜。卤水鹅头嗑起来很香，卤味很明显的同时又不会很咸，外面的皮特别有嚼头，有点像成都鸭脑壳，但是感觉做法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熏鲳鱼选择了中段的部分，就是最肥美的部分，所以吃起来焦脆爆汁，里面的肉其实也很鲜嫩。生腌虾的摆盘真的巨漂亮，吃起来是比较潮湿生腌的咸辣，不是泰式的那种酸辣。虾肉吃起来也很弹牙。今天的第一个前点是上海青松茸黄鱼蒸饺，这用料可以说拉满了。我早就知道他们家一条黄鱼做菜要上千，这用来包饺子128一只。我咬下去最大的感觉是它里面的汤汁像海鲜汤一样，再加上上海青清脆的那个味道，就这个饺子吃起来特别的鲜灵。里面包的松茸也不只是调味，它真的很大块，让我想起了鲅鱼水饺。然后这个菜被称为姑娘蟹，它是梭子蟹的蟹肉拆出来之后放到蟹壳里，还点缀了一点鱼子酱，它嚼在嘴里是一种莫名的甘甜味。汤是松茸炖黄鱼狮子头，汤底也充斥着松茸的菌香，但汤底其实用虫草花和火腿片搭配着松茸浸润了的清汤，鱼肉也是保留了一些块状，口感上面会更好，不会过于绵密。然后是主菜，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真的很好，云南的菌子和沿海的海参就会有一种南北食材碰撞的感觉，酱烧以后更加激发了那个食材的鲜味，还带了一些红烧的甜味。炖煮以后的海参甚至有点像红烧肉，但是它更有弹性和胶质感，这个就是非常纯粹的美食，好吃啊！我觉得酱特别香。这个菜是家烧鲶鱼，鲶鱼的肉质非常的细嫩，它大多出生于东海海域，就刺儿少骨软，它是蒜瓣肉的质地。家烧的做法也会还原食材最本身的味道。新荣记家烧菜，新荣记的家烧菜的汤，我泡饭真的可以吃5碗，汤汁特别粘稠，包裹着米饭，也甚至吃出了烫饭的感觉。接着又是一个季节限定菜，时令的红牙芋，吃起来很绵密，松软细汁，甲鱼炖的来汤底都很粘稠了，而且甲鱼的裙边真的很有厚度，吃起来满满的胶质，就看着这个金汤四溢，你吃起来脑袋里面会放烟花。诶，这什么形容？然后这个是炒的鸡枞菌，它是那种非常非常特别的菌香，红南没有闻到过的味道，就吃起来肉感十足。这个牛肉反而显得更加的没那么抢眼。然后我们在吃过了豆芽和豆腐2个菜之后，就迎来了今天的主食鱼翅包饭。米饭颗颗饱满油润，它每一粒饭粒都能吃到蘑菇的鲜味，而且整个饭的调味有种淡淡的感觉，但是你越嚼越会发现那个油香和菌香特别的浓，特别是你吞下去之后，就嘴巴里还回味勾人。新荣记的各种饭真的很厉害，我最后的感觉就是相比于新荣记，荣府宴的食材真的都很极端。哎，算了，我也别乱总结了，我也真的很想知道这一顿饭到底多少钱啊。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咖啡。我今天终于知道日本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吃soba了。我以前一直不怎么喜欢吃日本的soba，直到今天吃到了这一家。这家店在花卷市，离东京有500多公里，人烟特别稀少，基本上没什么人。但唯独这家店的门口，你们看，现在才11点哈，刚开张10分钟就已经停满了车，我们后面还排起了小长队，感觉店里的装修还停留在昭和时代。不过我还挺喜欢这种调调的，菜单都比较简单，就挂在墙上的。但第一次来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点，就点了一盒魔力soba，还有一碗鸡蛋soba。然而我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点菜的，隔壁桌好像每个人最少都是2盒起，男生的分量好像一般都是4盒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这种荞麦面都是冷的。最好蘸一下这个秘制酱汁，这样吃起来特别的清爽，想起了日本的流水面。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小米辣，这种面特别有韧劲。荞麦汤可以用来暖胃，不过就是一盒面的分量太少了，想吃好还是要多点几盒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我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，河豚在日本就是小吃，然后这个所谓的小吃吃了我3万多，所以我就把他拉黑了。但我们今天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日本的传统的剧毒料理啊，巨贵料理吧。一进门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，这看起来好像不太便宜的样子呀。菜单全是手写的字儿，整个菜单也只看得懂那个价格的数字，甚至没看到一个3位数呢。几个烧，然后很快就开始上我们的第一个菜了，一份叫不出名字的河鲜拼盘，开动吧。第一个应该是生的鲍鱼，这个特别脆，就是有点硬，可能是我牙不好吧。不过这个龙虾还是挺好吃的，藕片里面像的是肉松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好像是明太子加章鱼肉，味道酸酸的，比较奇怪。敷衍完前菜之后，就是我们的第一道主菜了，嘿，河豚刺身。河豚的内脏都是有剧毒的哈，但这是它外面的肉，所以没什么问题。至于吃法，好像全国都大同小异，用河豚肉卷一点河豚鱼皮，再加一点葱之后可以挤一点这个臭橙，最后蘸一丢丢这个酱料就可以吃了。味道是一种很清新的感觉，有一点点鲜味，口感还算有嚼劲，是真的好吃。吃完这个就给我们上的河豚味增汤，好像是用河豚肉加柠檬一起炖的。我发现河豚肉一煮就没什么味儿，不过这个汤还是很鲜美的。这个小白菜卷好可爱。然后第3种河豚吃法是烤的，虽然店员说这个也可以用来生吃，那我们还是不作死了。不过河豚肉特别嫩，每面烤5秒就够了，那种河豚独特的鲜味一下就出来了。再挤一点臭橙，又是一个味觉爆炸。吃完这个我以为结束了，没想到还有第4种吃法，就是河豚天妇罗。河豚旁边是青椒和秋葵，这块就是河豚肉最多的地方。
天妇罗果然和河豚很配，外边酥脆的同时又保证了里面的鲜嫩，我爱了啊！最后还有一道主食是河豚粥，果然爱吃河豚的人都很瘦呢。最后的最后就是跟我们上茶和甜点了，这种是日本正宗的抹茶，这个喝起来其实还有点苦。点心就是一个大福，里边是巧克力馅的，我还有点喜欢这个。好了，你们觉得这样的河豚料理值吗？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大家都知道东京是一个扭蛋和盲盒的聚集地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10000日元，折合人民币630块，可以在东京买到哪些盲盒和扭蛋？走吧，第一站还是我们的垃圾优惠馆，这家店是我最喜欢来逛的，这里大部分的扭蛋和盲盒都集中在4楼，这几面墙都是盲盒，你敢信？一眼锁定了这个宝可梦的盲盒，今天就直接拿一套吧，放一套在家里真的太爽。在国内很火的一些盲盒，这里也可以买到。我发现果然宝可梦、蜡笔小新、鬼灭之刃这3个还是最火的。盲盒区的旁边就是扭蛋区了，记得提前换好硬币，我还是第一次拿10000日元换硬币，太重了，我的天！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疯狂的扭了。第二个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秋叶原的扭蛋会馆，这里加起来有不重复的500多台扭蛋机，在这儿你可以扭到吐。刚才说到蜡笔小新，那要不我们今天再去一趟蜡笔小新的家？春日部。好了，我们到了，这个地方还真的有点漂亮，一进门就看到了小新家车的等身模型，这个车还可以坐进去玩，感觉还挺精致的。旁边是蜡笔小新主要人物的纪念手印。话说你们认得出来几个？算了，回归正题，我们今天是来买东西的。这个地方小新的扭蛋机也挺多，今天我也算丰收了，买了满满一书包哈。我们接下来就来一个一个的拆，好像10000日元买了也不少。我们先来开这个宝可梦系列，哇，这一套我早就想买了。第一个基拉奇就有点可爱，不愧是剧场版的主角。来第二个是月亮伊布，这个是成龙拉普拉斯，好看。第3个是沙奈朵，这个太阳伊布还可以调角度。最后是我们的闪电鼠，皮神。接下来这个是鬼灭之刃的数据线保护器。我发现路开盲盒真的好累啊，接下来我就不讲了，我继续开，你们接着看。开个玩笑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家里有没有那么多数据线，但我就是想凑齐。但是优秀选手成品展示，没上镜不代表不优秀啊，只是今天买的太多了，我们展示部分优秀的就好了。好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扭蛋盲盒可以告诉我哦，等我有钱了我再去买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在闲逛的时候一不小心又花了1万多，我估计1个月都不会再买东西了。反正今天就是逛着逛着就走到一个小巷子，看到了这家店，感觉还挺有意思。在日本有很多这样的中古书店和音像店，像是朵拉妈和 Book Off 这种，我就想着进去逛一逛吧，反正也没事儿干。但进来之后还是有点把我惊到了。首先是它最外面那个书架，一上来就看到了玛利亚狂热的整套漫画，这个动画当年没少看。这种店有很多成套的漫画，而且还都很便宜，像是当年看的怪物同桌呀，我是大哥大呀，突然勾起了我很多高中时候的回忆。但我发现来了日本之后，其实大多数是在看动画，感觉距离这种纸质漫画已经很遥远了，偶尔回归一下纸质书籍总是好的。然后我最近就在看这个《谐音前往北北西》，它的作画真的超级精致。还有这个迷宫饭，这个漫画用来打发时间特别棒，比较治愈的那种，买个全套回去收藏一下。然后在这还看到了很多之前爱看的动画，特别是中华小当家，我真的太喜欢了。还发现了JoJo石之海的全集啊，这个日常一套我也想买。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少女番，为什么感觉现在的乙女番没有当年那个味儿了？感觉有可能青春已经离我远去了。无所谓了，反正现在才有钱买这些，一点一点找回那种感觉吧。不过我就好奇一个事儿了，你们喜欢看动画还是喜欢看漫画呢？嘎玩意儿。这个酒店真的值200吗？昨天回东京的时候已经晚上12点了，然后想着还没有来住过日本的胶囊酒店，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，因为胶囊里面都是没有桌子的，所以大家办公的话一般都在这儿，夜景还是不错的，旁边有这种单独的小隔间，想一个人在这打会儿游戏也是可以的。办理完入住之后要坐男性的专用电梯，旁边是女性的专用电梯，这里也写了每层都是干嘛的。坐电梯来到3楼之后，出来就是一排储物柜，然后里面的洗漱包就可以进胶囊啦。走吧，我们要进去了。进来之后的第一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异形里面的孵化舱？地上是自己的胶囊号，我的就是这间了，真的是比想象中的要宽一些，一个人住肯定没问题。只要你不在里面打滚或者练瑜伽的话就没什么问题。这是刚才洗漱包里面的东西，浴巾、牙刷还有一套睡衣。至于胶囊里面其实没什么东西，毕竟200一晚也算是日本最便宜的住宿了。然后4楼是洗漱的地方，有点像大学澡堂，不过还好他们家有这种单间，因为我睡觉比较怕吵，所以我还是睡这儿比较好。对了，所以这样200一晚的胶囊旅馆你们能接受吗？卡玩意儿。我来日本之后第一次这么无语，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被要求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出差，然后我也没有多想什么，连路况都没查，我就直接出门了。买好新干线的票之后，我也就像平时一样拍着 vlog 上了车，直到上了车我才发现有点奇怪，现在是下午6点，怎么车里一个人都没有？我还特地跑到旁边的车厢去看了一下，也是一个人都没有啊！这可是新干线，我就突然想起了最近的《鬼灭之刃》剧场版《无限列车篇》，不是我啊！这虽然有点害怕，但我还是刷了下微博，一个形似岩柱的家伙好像正在等新干线啊！总之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坐了快1个小时，终于等到了一个车组人员过来告诉我，大概就是说我前面的路已经被大雪埋了，要么返程，要么在下一站住一晚上，看看明天早上雪会不会化。然后我现在有点懵逼哈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我现在就被困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希望明天早上雪会化吧，我先等等看。看玩意儿。